求婚那天本该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，鲜花、戒指，还有他准备了3个月的誓言。但谁也想不到，就在那天晚上，他会死在露营地，死因竟是一个毫无尊严的名字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仿佛再也没有真正复活过。今天我们要聊聊一部叫做《太阳的另一面》的电视剧。男主角萧慕辰是一位天才医生，女主角金朝夕是他苦苦等待，终于鼓起勇气表白的对象。他们的爱情如同平静的河流，直到那个命运之夜，河流突然被鲜血染红。萧慕辰亲眼目睹了他的死亡。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？那不仅仅是电视剧里常见的心碎之痛，而是整个世界瞬间归于沉寂，寂静的他仿佛能听到自己脑袋破碎的声音。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3个月里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医生说他已经痊愈出院了，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事实上，他已经发展出了另一个人格——金朝夕。他仍然活着，活在他的脑海里，与他一起吃饭，与他交谈，策划着一场无人能及的复仇。你不知道的是，那个曾经对他微笑、安慰他的女孩，只存在于他的世界里。而这疯狂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杀死金朝夕的是魏振武和白继子，这2人原本是关系最亲密的未婚夫妇。萧丹并没有直接杀了他们，他所做的比杀戮更加残忍。他让他们互相猜忌，让猜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们的关系，一步步地伤害彼此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。一位知情人士评论说，这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，不用刀，而是用人作为武器。魏振武从一个冷酷无情、善于操控人心的老板，逐渐被萧丹逼入绝境，变成了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。白家子从一个傲慢专横的施虐者，变成了一个被抛弃、被剥削的受害者。然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，他们迟迟才意识到，自己爱的人或许从来就不是眼前这个人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故事很复杂，记得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。饰演萧慕辰的演员沈浩南，凭借其精湛的演技，获得了中央戏剧学院一位教授的赞誉。这位教授撰文称赞他将病娇角色演绎得温柔而冷酷，他那 0.3 秒的沉默如同利刃般锋利。他那充满张力的眼神在抖音上广为流传，最热门的评论是：谁能想到一个疯子也能如此令人心碎？饰演金朝夕的翟一英需要在纯真少女和内心恶魔之间切换自如，正是这种反差让整部剧如此动人。说实话，这并非2人首次合作，近年来他们合作过多部剧集，每次都赢得观众的赞誉。导演为何愿意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同一对演员？这说明观众认可这对组合，并认为他们所表达的情感真挚动人。当萧慕辰的真实身份最终揭晓时，一切都开始急转直下。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他根本没有恢复过来，他从始至终都处于疯狂状态。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也明白自己最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。看到这里，我特别想听听大家的想法。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如果站在萧慕辰的位置，你会支持谁？是支持那个即使付出生命和自由，也要亲手完成复仇的萧慕辰，还是愿意原谅那2个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罪行的凶手？这个问题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，因为它触碰的是人性最复杂的部分。有人会认为，法律应该成为唯一的审判者，任何私人复仇都会让悲剧不断循环。但也有人会觉得，当法律无法及时抚平伤痛，当最深爱的人被残忍夺走，一个人的信念就会彻底崩塌。电影真正高明的地方就在于，它没有强迫观众接受任何一种价值观，而是把选择全交到了每个人手中。你会发现，无论站在哪一边，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理由。正因为没有绝对的黑白，没有简单的是非，所以这场关于复仇与宽恕、正义与执念的讨论，才会在电影结束之后依然久久停留在观众心里，让人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去思考，如果真正面对这样的命运，我们又是否能够做出比萧慕辰更加理性的选择？很多年以后，所有隐藏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，萧慕辰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结局。他没有继续逃避，没有再为自己寻找借口，而是主动选择坦白一切，接受法律应有的审判。他重新回到了那个曾经困住自己的地方，
但这一次，他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现实中的牢房冰冷而压抑，可在他的精神世界里，却建起了一间永远盛开着绣球花的小屋。那里没有仇恨，没有恐惧，也没有鲜血，只有金朝夕最喜欢的季节，温暖的阳光，轻轻吹过的风，以及他始终没有离开的笑容。这一幕没有一句煽情的对白，却成为整部电影最令人泪目的画面。因为观众知道，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一个被命运彻底击碎的人，最后能够留给自己的唯一慰藉。现实终究会把所有人带走，但记忆不会，身体会被囚禁，可爱却能够穿越时间继续存在。导演用极其克制的方式告诉观众，有时候真正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，并不是希望，而是那些永远不会消失的回忆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结局，因为他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大团圆，却给了这个故事一种超越现实的温柔。对萧慕辰而言，他最终失去了自由，也失去了未来，但他却终于能够和金朝夕真正意义上地在一起。在那里，没有杀害他的凶手，没有欺骗，没有背叛，也没有现实世界所有无法跨越的障碍。他们不再需要逃避，不再需要面对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残忍捉弄，而是在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，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光。很多人会说，这只是萧慕辰幻想出来的世界，可正因为那是幻想，才显得更加令人心酸。现实无法给予他的幸福，只能由记忆替他完成。电影真正想表达的，其实并不仅仅是复仇成功或者失败，而是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深爱另一个人到生命尽头时，那份感情已经超越了生死，也超越了时间。爱情未必能够改变命运，但却能够成为一个人在最黑暗时刻依然坚持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又会怎样选择？你会努力放下过去，让自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还是会像萧慕辰一样，用余生守护那个已经不存在于现实，却永远存在于记忆中的人？这也是整部电影最让我感动，最让我久久无法释怀的地方。他没有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冷血无情、只会杀戮的复仇机器，而是耐心地向观众展示，一个普通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崩溃，又是怎样在爱与痛苦之间不断挣扎。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天生疯狂的人，而是一个原本拥有幸福未来的人，在经历失去、绝望、自责和孤独之后，被现实一点点推向深渊。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令人痛心，每一次犹豫都充满挣扎，每一次微笑背后都隐藏着无法愈合的伤口。正因为导演让观众真正理解了他的痛苦，所以当故事结束时，我们不会只是记住他的复仇，而是会记住那个始终深爱着金朝夕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停止思念他的男人。或许这才是一部优秀电影最大的魅力，它让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剧情的反转，更是人性深处最真实、最复杂，也最令人心碎的情感。